日本最值得警惕的地方，從來不是突然崩盤，而是它明明看起來一切都好，卻悄悄進入了省電模式。你把今天的日本当成一家24小時便利店就全懂了。燈亮着，貨架整齊，收銀機還在響，遊客進去一看，乾淨、方便、服務好，東西還挺划算。但真正的問題不在店門口，而在後台。年輕店員不敢轉正，不敢結婚生子，連幹到退休都成了奢望。本地顧客掐點等半價便當，能不買原價就不買原價。白髮老人還在補貨、清掃、收銀。退休不是不想，是真的不敢。老板不敢進貨擴店，多招一個人都要猶豫很久。這才是日本最特別的地方，它不會一夜倒閉，而是明明還在營業，後勁卻正在被耗乾。前幾集講過日元、股市、企業利潤，今天這一集只說一件事兒。一個發達國家為什麼會在很多人覺得它挺好的時候慢慢變成這樣？判斷一個國家有沒有活力，不用看複雜的 GDP 和財報，還可以看這3件事，大概率不會錯。年輕人敢不敢往前走？家庭敢不敢花錢？老人能不能安心退休？先看年輕人，很多人說日本失業率才 2.5%， 就業看起來很穩，但真實情況沒那麼簡單。日本的問題從來不是找不到工作，而是很多工作只夠活今天，撐不起明天。日本總務省剛公布的數據，每3個打工人裡就有1個是非正式員工。這些崗位能賺錢，但收入不穩，漲薪難，保障弱，晉升窄。一份工作只能交房租、吃便當，撐完這個月。換作是你，敢輕易結婚嗎？敢生孩子嗎？敢背30年房貸嗎？所以別再說日本年輕人只是低慾望了，更準確的說法是低預期，不是不想過好日子，是很多人不敢相信努力就能換來更好的未来。結婚可以等，孩子可以不生，房子可以緩買，只要別出事兒，先維持住就行。當越來越多年輕人這麼想，經濟的油門其實已經悄悄鬆開了。再看普通家庭，日本不是沒有消費，但熱鬧的大多是遊客區，本地人的消費心態早就變了。食品、電費、房租全在漲，工資漲幅卻追不上生活成本，只能變得更謹慎。手機能用就不換，家電沒壞就湊合用，非必要旅行能省就省。百元店、二手平台、零七食品成了很多家庭的日常選擇。这不是日本人变摳了，是大家默認未來不會比現在更寬鬆，於是形成了難打破的死循環。家庭不敢花錢，企業沒訂單，不敢漲工資，更不敢花錢。它不像金融危機炸得驚天動地，更像溫水煮青蛙，等反應過來已經凍住了。最扎心的是老人，日本是全球老齡化最深的國家，但最讓人感慨的不是老人多，而是很多老人根本不敢退休。便利店、超市、出租車裡隨處可見白髮打工人。有人是想保持社會連接，但更多人是真的活不下去。日本厚生勞動省2026年數據，普通員工養老金只有退休前的 42%， 扣掉房租和醫藥費，連吃飯都勉強。年輕人不敢往前走，老人不敢停下來，中間家庭只能勒緊褲腰帶。這就是低慾望社會的真相，不是沒有慾望，是不敢輕易釋放。最後所有問題都指向一個數字：人口。2025年，日本出生67萬人，去世159萬人，每生一個孩子就有 2.4 個人離開，一年淨減 91.8 萬人，相當於每年憑空消失一個三亞市，平均每天少2515人，每34秒就少一個人。這不是預測，是正在發生的現實。人口收縮最可怕的是未來的工人、消費者、納稅人一起變少，孩子少了，學校合併，年輕人少了，企業招人難，老人多了，養老壓力大，最後整個社會只能安安靜靜的收縮。所以日本的問題從來不是一句窮了能概括的，它還有技術、企業和完善的公共服務，但經濟的核心永遠是人。當越来越多人把人生調成了省電模式，年輕人不生，家庭不花，老人不退，企業不投，這個國家不會立刻倒下，它只會像那家24小時便利店一樣，燈還亮着，門還開着，貨架還整齊，但後台貨越來越少，老板不敢進貨，年輕店員不想留，老員工也退不下來。表面一切正常，內裡後勁正在流失。很多人說日本還有製造業這張王牌，但製造業需要工人，需要消費，需要有人為未來砸錢。當整個社會都進入了省電模式，這張王牌還能撐多久？下一期我們打開這家便利店的後台倉庫，看看它到底還剩多少家底兒。想看後續的，點個關注，進合集按順序看。